King 王和原子武士的较量，超越原子斩的名场面，他终于来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接着来看《异军超人重置版》第234话。上回我们说到，原子武士和日轮携程2名后辈雨打和紫藤组成了新的剑圣会。自从邦古退休后，原子武士在英雄协会就只剩下了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弄清楚地表最强男人的实力。巧了的是，家里找不着 King， 却在旋转寿司店里撞了个正着。在前头不停抢寿司的，还以为是个普通人，没想到正是他们此前来寻找的目标 King。感受到瞬间释放的帝王引擎，聚合三人都皱起了眉头，这便是说明 King 做出了战斗姿态。原子武士也没有废话，直奔主题。那就好说了 ，King， 你真的很强吗？我从未见识过你的强大，上个脸跟我出去吧。面对原子武士的质问 ，King 回应道：“所以你就是来确认这个的吗？跟我出来吧。还是说你想在这里动手吗？”等等 ，King 刚想阻止，但突然因为太过心慌，被刚吃下去的寿司呛到了。然而，这个手举筷子的姿势让原子武士眉头一挑，聚合几人更是张着大嘴，难以相信 King 先生这么做是不是太鲁莽了？这么小看师傅的话，可是会死人的。果然如传闻中一样自信无畏啊！你的意思是，以我的剑为对手，仅凭一双一次性筷子就行了吗？他在说什么？没等 King 反应，原子武士便端来了一颗苹果，随后挥动手里剑，苹果安稳地落到了 King 的手上。下一秒，整齐的裂纹下彰显的是无与伦比的剑法，给 King 是看得瞪大了眼，啥也没看清，这苹果就成了了不得的模样。再抬头看去，原子武士脸色阴沉。我再说一遍，跟我出来。武士钻头两人是满脸冷汗，今天的师傅是格外认真。King 实在是没招，只能顺着原子武士的意来到了郊外空地上。King， 如果想要测试你的实力，比起说些无用的话，还是直截了当比较好。把我当作怪人，放马过来吧。看着一脸认真说着奇葩话的原子武士， King 心里是1万匹草泥马在奔腾。为什么要强人所难呢？这种人真是棘手啊！明明一点都不了解我，就硬要怀疑我，还问我是不是真的很强。我明明超弱的好吗？真想大喊一声十分抱歉啊！他已经在拔刀了，谁来救救我呀？心里越是紧张，帝王引擎势就越大，微微颤抖的身子在旁人看来也是气势十足。救护台的表示 King 这不是破绽百出吗？被聚合体反驳道，明明是毫无破绽才对。武士钻头附和道，没错，只是为了让旁人觉得破绽百出罢了。仔细看就能发现 King 全身上下都在小幅度颤抖，这是藏于皮肤之下的杀气，要是贸然发起进攻，很可能会遭到惨重的反击。再看看原子武士，果然不愧是师傅，一眼便看透了这点，所以才没有立马进攻。两人就这么站在原地僵持了好半天，原子武士实在受不了了，心理战什么的太无聊了，就先从我开始吧。地表最强男人，你会如何接招呢？眼看着战况就要绷不住了，突然间 King 仰天大喊道：“快停手吧，原子武士！你难道忘了今天是星期二吗？”你身后的弟子看样子已经察觉到了呢。看着 King 突然 Q 到自己，聚合是一脸懵逼。King 接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总之就是这么回事。如果你还想打的话，就等下次吧。”一边说着 ，King 转头就准备离开。等一下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大气成分中8成是氮气，2成是氧气，此外还有二氧化碳、甲烷、氦气、钙，还有莱塔龙、帕尔多特等等。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，其中还有微量的氨加瓦特松，它会和放射线中含有的波尼莱姆发生有机反应。上周4是满月，也就是说，正好在今天的正午发生了丢瓦鲁斯科瓦特现象。平时就注重搜集情报的人，恐怕早已经发现了吧？已经开始了。看着 King 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听不懂的词汇，原子武士是毫无波澜，因为完全听不懂。见没人有反应 ，King 皱起了眉头。多鲁泽纳布林反应，你们起码听说过吧？算了，反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要在这儿打，那就肯定会引起惨烈的下场，改日再战吧。原子武士还想阻止，却被 King 不客气的怒斥道：“够了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想造成不必要的伤亡。在如今这个局势下，难道我们不都有更应该要去做的事才对吗？因为我和你都是英雄啊！”此话一出，是完美收尾。尽管前面一大堆天马行空的话
但最后一句是触动了原子武士。且慢 ，King 是满头大汗，说了半天，结果还是逃不了嘛。果然还是把至今为止的事都坦白了吧，恳求原子武士能原谅他。那个我 King 已经够了，确实如你所言，是我的错。不过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，这儿有一颗苹果，来试试斩了这颗苹果吧。我完全没有用剑的经验啊。没关系，我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能力，有点类似看手相。只要我看着别人持刀斩物的样子，就能知晓那人迄今为止走过怎样的人生。我身后的他们也是因此被我认可，才成为了我的弟子。所以像你这般强大的男人，会如何斩了这颗苹果呢？我很感兴趣。来吧，斩给我看看。King 是一脸懵逼的接过了剑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他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于是，在师徒四人的注视下 ，King 跪坐在苹果前，伴随着剧烈的帝王引擎声，摆好了拔刀之势。1分钟后，2分15秒后，2分40秒后，用时3分钟不到 ，King 竟然没有出招，便放下了剑。没等众人反应 ，King 默默的起身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便要离开。尼玛，这刀根本就拔不出来呀！光是维持那个姿势就已经是极限了，再这么虚张声势下去，肯定要暴露了。不用想也知道，那家伙肯定在后头紧盯着我呢，根本不敢回头啊！要不就这么回家吧。实在是想不出办法 ，King 索性啥也不管，大步往前走去。在这一刻，居和三人头上满是问号。这 King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是几个意思？这不什么都没做吗？然而回头看向师傅时，才发现原子武士已经汗如雨下，眼神惊恐的看着 King 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大受震撼。根本就没看清他的出刀，从头到尾所有动作我都没看清，和日轮所用一样。这颗苹果连自己被斩了都没察觉到，能让刀从细胞的缝隙中通过的神迹，没想到还有人能做出。更离谱的是，连刀本身也没察觉到被拔出来这件事。一番惊为天人的脑补，让原子武士是心服口服，竟然被 King 当着面秀了一把超越原子斩的神迹，将他怀疑的目光一刀两断。他望着 King 远去的方向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竟然还说什么不会用剑，果然是个了不起的怪物。如此想来，原子武士忽然自嘲道：“好久没尝过这种奇耻大辱了，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个菜鸟罢了。”随后，他询问弟子们要不要和他一块从零开始修行，这可能是场永无止境的苦修，即便如此，也要跟随他吗？居和三人神色瞬间认真起来，回应道：“他们愿意。”原子武士还告诫弟子们，在和他们相近的英雄行列里，也有着因为自己的无能，流着血也要尝试超越自我的家伙，可不能被那样的家伙嘲笑了呀。武士钻头和秋武太刀是一脸疑惑，但居和铁第一时间便想到了那个家伙天心假面，他嘴角微微上扬，跟着师傅踏上了苦修之路。而此刻已经走远的 King 见没人跟上来，总算松了口气，赶紧去买点胃药回家去了。在本话末尾，还有个奇遇被 King 打得气孔流血的画面。隔壁的懵逼二人询问道：“师傅口中流着血也要超越自我的是这个家伙吗？”原子武士果断摇了摇头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一拳重制版第234话的全部内容了。久违的 King 王名场面，在孙磊老师的加工下，不失本来的味道，仿佛又回到了一拳带给我们最初的乐趣。没有打打杀杀，而是让人捧腹大笑的日常小剧场。好了，那么喜欢一拳系列的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在麒麟主页还能找到一拳原作版的解说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见。